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我不需要任何人陪同，那场教授，哼，难不成你们觉得自己能派上用场？瑟小姐，我们是奉长老们的命令在此迎接你，毕竟要在这里滞留很长时间，总得有人伺候您的衣食住。嘘，什么瑟小姐？你觉得我叫瑟吗？穿的倒是衣冠楚楚，但可远远不如她合我心意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新任的管家詹姆。那我呢？把对我的称呼再重复一次。瑟利姆家主大人。虽然不知道是谁跟你的胆子，但你这不还是知道吗？知道是谁让你穿上的这身衣服。好了，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现在有一位先生比你更应该知道什么是规矩呢。至于你，连同你在内，每一个属于努特里斯科家的佣人，全都被我解雇了。我不需要一点规矩都不懂的仆从，又或者，现在嘛，滚吧！我才刚刚对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点兴致，如果你非要想方设法贬损我的那份乐趣，你应该明白，世上有的是比消失更痛苦的事。是，我明白了。那瑟利姆大人，祝您一路顺利。哼，真够煞风景的。隐在肆虐的区域，心怀一心的下仆，失踪多时的贵族子弟，还真是以家族的名义让我来了一个好地方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想搞什么鬼。这位女士，请先留步。啊，请问？不必紧张，我也是初来乍到，所以想找位看上去就知书明理的人打听下附近的情况。哪有？您是来找人吗？还是……是来找一位姓白的先生，他看起来理应很显眼，但到了这里之后似乎就不知所踪了，所以我也有些担心自己的安危。隐灾姑且不论，这条街上有出现过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吗？这隐灾您还觉得不够吗？说实在的，真要到了夜里，我也不敢这样随便走动的。虽说运气一直很好，从来没遇上过，但听人家说，最近琥珀街的隐灾已经越来越严重了。但也没到影响你们日常生活的程度吗？这可说不好。但现在的安和城，不是到处都这个样子吗？否则，我也不会一直留在这里呀。
外界的传闻完全是两回事啊！禁绝生命的不祥兄弟，怎么可能是眼前这副样子？多谢。顺便一提，你跟其他人的品味倒是不一样，比这条街上大多数麻袋要好多了，至少不会让我想非得送你一件衣服不可。哎，这位先生，走开，小鬼！抱歉，我没太听清楚。你怎么听不懂人话？我可没空陪你小鬼扯东扯西，回家找你爸爸讲那些关于影子的故事吧。人话嘛，我倒是听得懂。不过，好像有个家伙并没有把自己当人看呢。我就知道表面贵族的那套行不通，那就……嘿，你是在叫狗吗？死小鬼，我非得……这下像样多了。好了，现在回答我，这附近发生过什么怪事吗？是，瑟利姆大人，这周围也没发生过什么，尽是些小事而已。拿我身后的吴家药铺来说，本来这也是家老药店了，口碑还算不错。可前段时间街上突然流行起一种不知道源头的疫病后，好多人都来了这里抓药，结果老板给人开错了药方，一下吃坏了好多人，渐渐就开不下去了。疫病，想必也是影灾引起的吧？的确有这样的传说，但终究也就是传闻，没准就是老板自己搞错了。但既然瑟利姆大人这样说，那瑟利姆大人一定不会错。哼。其他店家也差不多，快餐店口味越做越差，当铺吞了客人的东西，钟表行老板摔伤了腰，都算不上新鲜事。不过事情多了，确实也叫人费解，怎么偏偏都是琥珀街呢？尽是些废话。如果的确这么平常，我又有什么必要亲自来一趟？去吧，朝着日出的方向跑，一直跑的鞋子被磨破为止都不准停下。更进一步的调教，恐怕你也承受不起。很遗憾，粗鄙成你这种样子，可还没有给我当下仆的资质呢。好像被人跟上了呀。看见了刚才的事还没有落荒而逃，胆子不小呢。还是说……果然，如果一开始就怀有异心，就很难识趣的知难而退，是吧？家主大人，还跟着我干什么？服饰是假，监视才是真，对吧？怎么会呢，家主大人，我们绝没有那个意思，是因为这次和白家交涉事关重大，家族的几位长老要我们务必随您左右。也就是说，比起你口中的家主，还是那几位老家伙的话更有分量了。这也没办法，谁让我是个不爱理事、整日享乐的家主呢？外面的风言风语，你们想必也听到过。高塔、密室、消失的仆人，还有奇怪的刑具，倒的确不像是个你应臣服之人。您说笑了，
我们听到的传闻都是关于琥珀街的。近来这里怪事频发，偏偏是在这种时候，失踪的那位白家人在这里现身。而考虑到您父亲和白家的渊源，想必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，说不定这原本就是针对您的陷阱。一知半解，却偏偏还要大放厥词吗？够了！要我说，你们至少弄错了2件事。第一，虽然那帮老家伙平日里管东管西，但在努特里斯科家能做主的，永远还是生来拥有这个姓氏的人。我会亲自来琥珀街，只是因为我对这里有点兴趣。兴趣？可是这里明明……没错，我的父亲击垮了白家，然后匆匆离世，于是我就成了他们最好的复仇对象。那个失踪的白家公子，在这些日子里也不可能毫无作为。再加上异象与怪物的传言，你不觉得这里显得更加刺激了吗？眼看我快要厌倦最近的娱乐，就有人准备了新的好戏。那长老交代的任务，难道只需要袖手旁观也能达成吗？还是说……至于第二嘛，长老们放出去的传言，没准是真的呢。我是说，关于消失的仆人与刑具。等等，家主大人，晚了，在我面前，你当然也可以反悔，但那是在接受惩罚之后的事了。虽说错其实在我，我竟然试图费心向你们解释，说到底，你们可是我的下仆啊！看来得把这个事实重新烙印到你们的灵魂里了。啊，对了，顺便一提，应该去臣服的人，这世界上不存在这种概念，因为那根本由不得你。很快你就会明白了。现在，你呀，既然已经被解雇，也该换上一身自己配得上的衣服了。家主大人，您这是……别紧张，他们只不过是回到了夏普应有的状态，而马上，你也会和他们一样，学会该怎么向我屈膝。
我就收下了你的忠心和你的恐惧。没错，我没有多此一举地夺取你的意识，我就想让你在俯首受命的时候，偏偏还留着自己不安分的小心思。会咬人的宠物斗起来才更有意思，不是吗？总之，虽说本事差了一点，但勉强还算能用，你就作为粗布好了。好的，瑟利姆大人一定不会错。我能怎样为您效劳？哼，现在还不到时候。况且就凭你的真身，可没什么能帮到我的。哼，看来不仅仅是一只呢。